大家好，我是张永安，欢迎来到安行晚年。今天咱们聊一个大家都在想，或者将来一定会想的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长辈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50多、60岁，存折上总算有了点数字，可那心里反而更不踏实了。一是怕手里的钱不够花，二是怕身边人靠不住。这种提心吊胆的滋味，比年轻时没钱还磨人，慢慢就把人的精神气给耗干了。钱在银行里只是个冷冰冰的数字，可咱们晚年的热乎气、踏实感，光靠这个数字，它给不了。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句，比任何投资都实在的话。人在55到65岁这10年，手上但凡有点积蓄，你得优先给自己置办5样宝贝。这5样要是没置办齐全，你那钱看着是你的，指不定将来就流到谁口袋里去了。你那家看着热热闹闹，到最后最孤单的可能就是你自己。这第1样宝贝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最难，那就是你得有一个真正属于你、适合你的窝。注意我说的不是你名下有没有房产证，而是你现在住的那地方，它跟你现在的岁数，跟你这副用了大半辈子的身子骨，跟你现在图个清静的心，合不合拍？很多人当年买房，眼睛都盯着大不大，是不是市中心，有没有气派，到了现在才咂摸出未来。当年那些让自己脸上有光的条件，反过来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易经里就特别看重一个居字，住哪儿不只是个地址问题，那是你的气场安在哪儿的问题。住得太高太偏，或者天天得跟楼梯较劲，你那心气儿不知不觉就往下掉，每天回家不是放松，而是另一场战斗的开始。所以到了55、65这个坎，咱别再琢磨房子大不大、气不气派了，你得换个思路，问问自己，我出门买个菜方不方便？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附近有没有医院诊所？电梯是不是常年维护，安全可靠？小区治安怎么样？生活圈子完不完整？能不能溜溜达达就把日常该办的事都办了？还有一个顶顶重要又最容易糊涂的事儿，产权。产权必须在自己手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为了省点税，或者怕儿女有想法，就提前把名字改了，或者弄个什么共同持有。老观念总说房子迟早是孩子的，这话没错，但前提是你得保证在自己完全自主的这些年里，有一个地方是法律也承认，谁也动不了的，是你随时可以关上门，安心喘口气的堡垒。那真正有智慧的安排是啥呢？就是趁着55到65岁，身体还能动弹，脑子还清楚的时候，主动去整理你的居住环境，宁愿从大的换成小的，从复杂的换成简单的，从远的换成近的，从爬楼梯的换成有电梯的，从产权模糊的换成自己名下清清爽爽的。古人讲居安思危，大家光想着买保险防危了，却忘了居安的第一步是咱的住处得先让人安。你坐在家里，心是不是安的？晚上会不会被吵得睡不着？邻里是不是和睦？这些都是无形的气场，你天天泡在不舒服的气场里，存折上有再多钱，那份幸福感也会被一点点啃食掉。所以我说，这第一笔大钱，不是拿去换更阔气的房子显摆，而是投资给一个完全匹配你现在生命阶段的窝。小点没关系，朴素点没关系，关键是你一推开门，心里就知道，这是我的天地，我的根。风雨能来，子女亲友能来，但谁是主人这个底，你心里门儿清。只有这个底坐稳了，后面要说的几样宝贝，才有了安放的地基，有了安稳的窝。这第2样宝贝就更关键了，那就是你得舍得花钱，为自己养一副还能用得住的身体本钱。到了这个年纪，钱可以少赚点，但身体这张存折再也不能透支了，因为这个阶段摔一跤，很可能就不是爬起来拍拍土的事，它分分钟能把你往后的人生剧本全给改了。统计数据摆在那，老人发生意外、跌倒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人在摔之前，只是觉得腿脚没力，腰背发酸，总想着忍忍就过去了，舍不得花时间花钱去做检查、做康复。结果一拖再拖，真等到咔嚓一下骨折躺倒了，
原来能自理的生活瞬间崩塌，什么都得求人，那种尊严的失落，比病痛更折磨人。你去医院转转就知道，很多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不是病倒的，是摔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我见过2位老哥，对比特别鲜明。一位是退休厂长，以前身体底子好，特别抵触体检，觉得那是医院骗钱。直到有一天爬楼喘得不行，被家人硬拉去检查，一查就是晚期。医生直摇头，说要是早10年，每年认真体检一次，把小毛病处理好，绝不至于此。另一边，他以前的一个老工友，从55岁开始，就把每年一次全面体检当成铁律，查出血糖高，就乖乖控糖锻炼，查出骨质疏松，就坚持晒太阳练平衡。一开始也有人笑他怕死，小题大做。可10几年过去了，这位老工友还能骑自行车买菜，腰板笔直，思路清晰。你看，区别在哪？一个把钱花在马上能感受到的享受上，抽烟喝酒，表面潇洒；一个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基础设施上，体检、合适的鞋、防滑垫、一张好床垫。短期看，好像前者活得痛快，但长期看，前者是在赌命，后者才是用钱换回了最宝贵的自理自由。佛家说，身世在道之气，你想修身养性，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哪一样离得开这副皮囊？所以啊，真正的节俭，不是省掉保养身体的钱，而是砍掉那些糟蹋身体的坏习惯。你得在55到65岁这10年，认真做个了断。烟是不是该彻底戒了？酒能不能从好饮变成浅酌？熬夜追剧、打牌的习惯，能不能慢慢调成早睡早起？还有吃饭，很多人觉得老了凑合就行，这是大错特错。年轻时身体代偿能力强，胡吃海塞还能扛。现在你多吃一口重油重盐，你的肾脏、心脏都在默默加班，隐患就这么埋下了。易经讲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理懂得再多，不落实到身体这个器上，都是空的。你55到65岁，愿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能再像小伙子那样折腾？如果愿意，并且开始调整，你就是为70岁的自己提前买下了一份无价的健康保险。前面2样买的是外在的安居和内在的身体，第3样宝贝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你的养老钱守不守得住。你得为你一辈子的积蓄加上一把制度的锁，这把锁不是保险柜，是清晰的法律安排和契约意识。我见过太多悲剧，一辈子勤勤恳恳，老了有点房产有点存款，就因为一时心软签了个字，给亲戚孩子做了担保人，所有心血瞬间被拖入深渊。易经里说，智而不行，事事不成，光心里想设防线没用，必须变成白纸黑字的制度。55到65岁，脑子还清楚，行动力还有，这时候你最该做的，不是光想着怎么让钱生钱，而是静下心来想明白2件事。第一，我一辈子的劳动成果，怎么安排才能既让自己晚年不委屈，又不让子女将来为钱反目？第二，我有哪些底线必须写成条款，而不是光嘴上说说，比如绝不给任何人做担保，房子绝不做抵押，存款账户只归自己管理。你光心里想，人情一来容易松动，你把它写成遗嘱，做成公证，甚至设立简单的信托，它就成了一堵墙，别人没法逾越，你自己也不用整天纠结怎么做恶人。很多人觉得立遗嘱、办信托是有钱人的事，错了。只要你有一套房，有点存款，这就是你对家庭的责任。安排得越早，你自己心里越踏实，家人关系也越清爽。礼记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财产的事模糊不清，亲情就容易变味。你搞得清清楚楚，大家反而能和和气气。这第4样要买的宝贝，是一圈健康的关系和一条清晰的边界。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开口闭口就是我什么都为孩子想，可你细看，他越想，孩子越烦，自己越累，因为他把自我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没了朋友，丢了爱好，所有事都围着孩子转，而且从来不敢说，不怕孩子不开心，怕被人说闲话。结果呢？钱、时间、身体、尊严全付出去了，
换回一肚子委屈，还不敢说，只能自己憋着。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很多人只记得去照顾别人的老人，却忘了这句话的第一个动作是老吾老。先把你自己这个老人给安顿好。你自己要是活得像个破烂包袱，满身病痛和怨气，你去照顾谁都不是行善，而是在消耗自己，同时也在惯坏别人，让人产生依赖。55到65岁是重新梳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期。前面4样宝贝分别安顿好了你的居所、身体、财富和人际关系，最后这一样是画龙点睛之笔。你得为自己买一条有光的路。啥叫有光的路？不是让你去出家修行，而是你得有一件自己真心喜欢，每天想起来有盼头的事，是能让你心里感到宁静、充实，而不是越做越空虚烦躁的事。有些人一退休，就像被抽掉了主心骨，整天守着电视机，从早看到晚，除了按遥控器，什么都不想动。这样日子一长，人真的会生锈，脑子变慢，心眼变小，整天疑神疑鬼，看什么都不顺眼。易经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咱们前半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兼济，为家庭、为事业拼搏。到了55、65岁，就算物质上不算达，精神上也该好好独善了。这个独善不是自私，是把有限的时光用来修养心性，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通透、平和、有定力的人。你不用非得抄经，可以读书，可以画画，可以种花，可以参加合唱团，可以去做社区志愿者。关键是要找到那件能让你的心静下来，又能让你感觉生命在向上生长的活动。你喜欢静，就定个计划，慢慢读《论语》《道德经》。你喜欢动，就找一项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这样的晚年或许不热闹不显赫，但它稳稳地接住了你一生的辛劳，让你活得有尊严有温度。在安行晚年，我张永安真心希望每一位走到这个人生路口的兄弟姐妹都能舍得对自己好一点，舍得为自己的下半生做一次真正有远见有智慧的投资。你会发现，人过了55岁，越活越能明白一个理儿，这辈子最终能靠得住的，不是钱，不是儿女，不是过去的头衔，而是你过去几十年磨练出来的那颗心和那份见识。所谓内在秩序，就是你心里有一套自己笃信的原则，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方寸大乱，不会因为别人情绪上头你就跟着上火，更不会为了满足别人而轻易丢掉自己。55到65岁是巩固和提升这种内在秩序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见识了太多人生起伏、人情冷暖，正好可以把这些复杂的经历提炼成简单明了的生活智慧。一个有内在秩序的人，活得不累。在钱上，他不会因人情或诱惑乱投资乱担保，因为他的原则告诉他，责任要清晰。在情绪上，他不会因儿女一句冲话就整夜失眠，他的心像一口深井，外面风雨再大，里面也是清澈平静的。这样的心境才是晚年安稳的真正压舱石。如果说前半生靠的是体力，后半生靠的就是心境，你留意一下，有些人身体明明还行，却整天眉头紧锁，怨天尤人，总觉得谁都对不起他。这不是他命不好，是他心里太堵了，塞满了过去的怨气，没地方容纳当下的快乐。所以修心在这10年格外重要。修心不是念几句佛号就算，是要学着清理心里堆积了几十年的垃圾，怨气慢慢吐出去，执念轻轻放下，后悔试着和解，人际关系理理顺。心越轻，人才越轻松，人越轻，晚年的路才越顺。我听过一个老故事，说有个老人家里不富裕，却整天乐呵呵。别人问他为啥，他说，年轻时我也爱跟人吵，后来发现，我骂别人一句，别人难受一会儿，我自己却要气上10天，太亏了，所以就不骂了。别人做错事，我若老是记恨，念到10遍，苦的是我自己，所以我也就不记恨了。你看，这就是修心，不是变成老好人，是明白了生气、计较、记恨，最终损耗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能量。你要能在55到65岁间悟到这一点，你的福气大门才算真正打开。很多人说自己命苦，其实是辛苦。
房子不错，却为邻居一句话闷几天；儿女孝顺，却为一点小事胡思乱想；身体尚可，却整天担忧未来。这样的人，给他金山银山也难快乐，因为他的心没有找到安顿的地方。心若无处安放，就像风里的烛火，外面一阵小风，里面就惶惶不安。修心就是给这盏心灯加个罩子，让它既能发光，又不轻易被吹灭。所以在这10年，你可以做些看起来不起眼，但对养心特别管用的事，比如每天抽10分钟静坐，不是非要练功，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任由念头来了又走，不跟随也不抗拒，慢慢心就稳了。再比如每天散步时，别光赶路，试着看看树的姿态，听听风声，观察人间烟火。古人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说的就是这种在寻常中安顿心境的功夫。你还可以练习宽恕，宽恕不是为了放过别人，是为了把自己从怨恨的绳索里解脱出来。原谅意味着你不想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心了，这个本事学会了，心能轻一大半。同时要练知足，这不是不上进，是从已经拥有的生活里发现并珍惜那些细微的幸福。还有一点常被忽略，人到这个阶段，思想千万不能僵化，要保持着对生活的新鲜感。有些老人年纪大，心态却年轻，对新事物不排斥，愿意了解尝试。他们身体或许不如前，但精神头足，活得有趣。我认识一位老爷子，62岁学用智能手机拍照，65岁学着打理短视频，还学种新奇的花草。他说了一句特别棒的话：我不是想变年轻，我只是不想让自己那么快变老。不让心过早关闭，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给生活注入一点新鲜，一点小挑战，一点小挑战。这样的人会越老越有神采。所以说55到65岁是重塑内心气场的黄金期，气场稳了，说话自然温和有力量，生活简单却不空洞。很多时候不是福气不找你，是你自己内心杂乱，接不住福。一旦心性提升，福气自然就跟来了。人和福气的关系就像容器和水，容器越大，能装下的福才越多。这10年就是咱们扩容的关键期，通过阅读、静修、运动，经营好关系，远离是非，清理过往，都是在给内心扩容。你容量大了，生活就顺了，福气也稳了。有人说老了怕孤单，其实最深的孤单不是身边没人，而是自己无法与自己安然相处。一个人若能享受独处的时光，在阅读中找到知己，在茶香里找到慰藉，在日常小事中发现乐趣，他就永远不会觉得世界灰暗。这种能力需要在50岁后有意培养。55到65岁，表面看是在为养老做物质准备，更深层看是在为生命的觉悟做准备。觉悟不是突然悟到什么惊天大道理，而是在无数小事上逐渐明白，人生不必求全，关系不必过密，房子不必太大，钱不必太多，吃饭不必过饱，场面不必太热闹，想法不必太固执。只要心里那盏自知自足的灯一直亮着，人生就总是光明的。你也会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是别人给的礼物，而是自己在琐碎生活里修炼出来的感知力。今天胃口好，睡得香，走得动，看得清，是福。孩子来通电话，是福。老伴拌嘴后还给你倒杯水，是福。邻居邀你一起散步，也是福。福气不在天边，就在眼前这些点点滴滴里。这10年的生命课题，就是练习去看见、珍惜、吸收、存好这些看似普通的福分。你做得越好，后半生就越敞亮。你会慢慢掌握一种属于这个年纪的智慧，知道轻重，懂得取舍，明白进退，看得透彻，放得下执着，也受得住变故。能做到这些，你的人生就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质感，那是一种沉静的喜悦，一种温柔的力量，一种不慌不忙的自在。你会发现，这10年或许是人生头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漫长时光。前半生，我们为责任、为身份、为别人的期待活着。现在，终于有机会回头，好好看看那个被忽略了大半辈子的自己，究竟想怎么过。越往内看，你越会明白，人活着，
最重要的不是活得多风光，而是活得多像自己。太多人一辈子都在模仿别人，模仿如何成功，如何处事，却从来没问过自己，我究竟喜欢什么？什么让我心安？我见过年轻时脾气火爆的人，晚年变得慈祥温和，也见过年轻时圆滑世故的人，老了反而开始讲原则，重情义。他们不是变了，是终于看清，人生的路最后是走给自己看的，总要走回自己的内心。到这个阶段，还要刻意练习一种能力，让生活慢下来。年轻时觉得时光飞逝，是因为你在追逐生活，现在生活仿佛在推着你走，一回头，岁月就从指缝溜走了。这时候越急，心越乱，麻烦反而越多。所以要有意识的慢，吃饭慢一点，品味食物，走路慢一点，欣赏风景，说话慢一点，字斟句酌，做决定慢一点，三思后行，就连生气也慢一点发作。这种慢是一种沉淀的力量，能让你看清很多事其实没必要立刻处理，能让你真正听到生活的低语，而不是总被自己的焦虑牵着鼻子走。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智慧，叫懂得示弱。示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让关系保持弹性，让生活保持余地的智慧。你看竹子，中间空，才能弯而不折。人也一样，硬扛是一种姿态，柔和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年轻时可以拼，可以忍，现在要学着把力量内收，用一种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的态度过日子。你不再需要用强势证明自己，也无需用牺牲换取认可。你只需要做一个真实的，愿意倾听也愿意被倾听的，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的老人。这样的人，像一盏温暖而不刺眼的灯，别人靠近觉得舒服，你自己待着也安然。最后，到了这个年纪，必须慢慢建立起一种心态，看淡外界的评价。你活了50-60年，该尽的责任尽了，该担的担当担了，无需再靠别人的嘴来肯定自己。有人夸你，不必飘然；有人批评，不必懊恼；有人误解，也不必急着辩解。你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什么都重要。人之所以痛苦，常是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而不是我自己怎么活。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会发现生活简单很多，幸福也容易很多。在安享晚年，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55到65岁这段宝贵的10年里，慢慢学会这些朴实而深刻的人生功课。愿你的心不再慌乱，身体不再疲惫，命运不再被外界随意拨弄。我是张永安，如果今天的这番话能给您提个醒，那我觉得花费这些时间就太值得了。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一定给我点个赞，您的鼓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不要忘记订阅安享晚年，我们下期再见。